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或者你自己在新闻里是不是经常看到这样的故事？某个人突然中了大奖，或者抓住了时代的风口，一夜暴富，突然之间走上了人生的巅峰。然而短短几年之后，他们不但把赚来的钱挥挥一空，甚至负债累累，最后的结局比没有发财之前还要凄惨。又或者一个人在公司里突然被提拔为高管，掌握了巨大的权力，但他却因为过度膨胀得罪了所有人，最终黯然下台。我们这个时代，每个人都在追求大有，我们渴望拥有更多的财富、更高的地位、更大的影响力、更完美的伴侣。但是当巨大的资源和好运真的降临到你头上时，你真的接得住吗？今天我们就要来探讨一部来自3000年前的东方智慧宝典《易经》，而我们要深度解析的是《易经》64卦当中最让人心生向往，同时也最考验人性的第14卦火天大有卦。这支影片的核心主题，我们将它设定为真正的富足不是你能拥有多少，而是你能承载多少。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人生的低谷，这支影片会告诉你如何积蓄能量，迎接即将到来的爆发。如果你现在正春风得意，事业步步高升，这支影片更是为你量身打造的避坑指南，帮助你守住你的财富与地位，避免从云端跌落。强烈建议你点赞收藏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反复观看。让我们先来看看大有卦的卦象。大有卦的下半部分是乾卦，代表天；上半部分是离卦，代表火，也代表太阳。火在天上，也就是一轮红日高高的挂在晴空万里的天上，阳光普照大地，万物都在这温暖而光明的照耀下生机勃勃，茁壮成长。这就是大有，意味着大获所有，极度丰富，无所不有。大有卦的卦辞非常简洁，只有4个字：大有，元亨。元是根本、大、初始的意思，亨是亨通、顺利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只要你走在大有的这条正道上，你的人生就会迎来最根本、最极致的顺利与亨通。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？但是易经从来不会只给你画大饼，它更重视的是教你如何去维持这种美好的状态。因此象传里给出了解答：火在天上，大有，君子以恶扬善，顺天修命。这句话是整支影片的灵魂。什么叫恶扬善，顺天修命？太阳高挂在天上，它带来了光明，不仅照亮了美丽的风景，同样也照出了隐藏在阴暗角落里的污垢。当一个人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和权力，也就是进入了大有的状态，他身边的诱惑就会呈指数级增长，人性的贪婪、傲慢、虚荣这些恶的种子就会在资源的滋养下迅速膨胀。所以老祖宗告诉我们，当你拥有很多的时候，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不是去炫耀，而是恶扬善，克制自己内心和外界的邪恶与贪念，发扬善良与正道。所谓顺天修命，就是顺应天道运行的规律，去完成上天赋予你的使命，保护好你的好运与生命。财富和权力只是工具，如果你把它们当成放纵欲望的资本，那太阳的烈火最终会把你自身给吞噬。但如果你把它们当成帮助他人、造福社会的工具，你就能承载住这份福报。接下来我们就顺着大有卦的6个爻，来看看一个人在获取财富、走向人生巅峰的6个阶段中，分别会遇到什么样的危机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。大有卦的第1关是初九，爻辞说：无骄害，匪咎，奸则无咎。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你刚刚赚到了人生的第1桶金，或者刚刚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录取通知，事业才刚刚起步，开始有了变好的迹象。无骄害的意思是，不要去跟那些有害的人、事、物产生交集。匪咎是说，这样才不会有灾祸。奸则无咎是警告我们，必须时刻保持艰难困苦时的警惕心，才能真正平安无事。很多年轻人刚赚到一点钱，或者刚在网络爆红有了一点流量，
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开始膨胀，结交各种所谓的酒肉朋友，出入高消费场所，沾染上恶习。在初9这个阶段，你的财富和地位还非常脆弱，就像刚发芽的小树苗，随便一阵狂风暴雨就能把你连根拔起。这时候你该怎么做呢？首先要清理朋友圈。当你开始变好的时候，一定会有一些心术不正的人靠近你，想占你便宜或者把你拉下水。学会说不，坚决果断地切断与内耗、负能量、有不良嗜好人群的交往。其次，保持穷人思维中的优点，记住你没钱时的那种谨慎与节俭，不要因为银行卡里多了几个月的薪水就开始无节制的消费，时刻保持一种生存危机感，把你最初赚到的资源用来武装自己的头脑，而不是装饰你的外表。经历了初9的积累，到了9、2阶段，你的事业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，这时候你的业务量大增，财富开始成倍增长，责任也越来越大。爻辞说，大车已载，有攸往，无咎。大车已载的画面感很强，就是用一辆非常坚固的大马车来装载沉甸甸的货物。有攸往，无咎，意思是只要车子够坚固，你开着它前往任何地方，大胆的去发展都不会有问题。这里的核心概念是承载力。物理学上有个常识，如果你用一辆只能载重1吨的轻型货车去拉10吨的黄金，结果会怎样？黄金你虽然拿到了，但车轴会断裂，车毁人亡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你的认知、你的能力、你的心胸，如果没有跟着财富一起成长，钱越多，对你来说反而是一场灾难。因此，你要疯狂升级你的大车，遇到好的机遇，大胆去接，但同时必须疯狂学习。如果你创业赚了钱，不要急着买跑车，而是要把钱投资在提升公司系统、聘请比你更优秀的人才，以及参加高质量的学习课程上。同时，要培养你的心胸格局。财富放大器会放大你的弱点，扩大你的心理容器，学会容忍，学会分力。大车之所以能载重，是因为它的底盘够稳，轮子够大。你的情绪稳定性和专业能力就是你人生大车的底盘。到了9、3这个位置，你已经不再是小打小闹了，你可能已经成为了行业内的佼佼者，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可观的资产。这个时候，易经抛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考验。爻辞说，公用亨于天子，小人弗克。公是指古代的王公贵族，公用亨于天子，意思是这些王公贵族要把自己封地上的丰收和财富拿去进贡给天子，与天下人共享。小人弗克的意思是，如果是心胸狭隘的小人，他们绝对做不到这一点。他们只会想着把财富全部私吞，最终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。这个阶段探讨的是财富的所有权与使用权。当你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时，它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你个人了，它带有社会属性。如果你只是一个小人，认为这些钱全是我自己凭本事赚的，我想怎么挥霍就怎么挥霍，天天炫富，甚至为富不仁，那么社会的仇富心理、规则的制裁迟早会找上你。所以你要懂得让利与分享。在公司里，如果你是老板或高管，当团队取得了巨大的业绩，千万不要把功劳和奖金全部揣进自己口袋，要把利益分给下属，要把荣誉归功于平台和团队，更要懂得回馈社会，主动去做一些公益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这不仅是在积累福报，更是在为你庞大的财富构建一道安全的护城河。只有当你的存在对社会、对周围的人有益时，你的财富才是绝对安全的。接下来是一个非常微妙且关键的阶段，9、4。9、4位于上卦的最底层，距离最高领导者只有1步之遥。你现在极度富有，位高权重，可以说是烈火烹油，鲜花着锦，但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刻。爻辞说，匪其朋，无咎。朋字在这里有2种解释，一种是盛大膨胀的样子，另一种是指傲慢盛气凌人。匪其朋就是告诉你，即使你现在已经拥有了极大的财富和权力，你也绝对不能表现出盛气凌人、狂妄自大的样子，更不能过度膨胀，这样才能免于灾祸。
我们看过太多历史人物和现代企业家跌倒在这个位置上，因为太成功了，身边全是阿谀奉承的声音，人很容易产生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错觉，开始目中无人。这时候你必须保持极致的低调与敬畏。当所有人都夸你的时候，你要自己给自己泼冷水，时刻提醒自己，今天的成功有一半是因为时代的红利、运气和团队的努力，绝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神机妙算。你还要主动示弱与收敛光芒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在职场中，不要在公开场合抢尽风头，把面子留给别人，把里子留给自己。越是拥有的多，越要表现得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谦和。到了65，你达到了大有卦的尊位，就像太阳升到了正午的天空。你可能是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，或者是一个大家族的大家长，你是这个大有局面的核心掌控者。这时候你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管理这庞大的基业。爻辞说，绝福交如，微如吉。福是诚信真诚，交如是交往交融，意思是你要用极度的真诚去和上下级合作伙伴交往，建立起坚不可摧的信任关系。微如则是指你同时还要保持一定的威严，既有诚信的温度，又有威严的尺度，这样才是大吉大利的。很多身居高位的人会走入两个极端，一种是过度独裁，另一种是想当老好人，对下属过度放纵。65爻给出了最完美的领导力模型，恩威并施，以诚为本。你要以真心换真心，在管理中不要总想着玩弄权术。面对优秀的人才和忠诚的部下，给予他们真实的信任和发自内心的关怀，同时坚守底线，保持威严。真诚不代表没有原则，对于触碰公司红线的行为，必须展现出雷霆手段，果断处理。有诚信让大家愿意追随你，有威严让大家不敢欺骗你。最后是大有卦的最高潮，上九，这也是整个易经64卦中为数不多寓意极其美好的一句爻辞，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。来自上天的保佑与眷顾，大吉大利，没有什么事情是不顺利的。为什么到了极致的鼎盛时期，不仅没有像其他卦象那样发展到极点后衰退，反而获得了上天最大的祝福呢？孔子在《系辞传》里特别解释过，上天会保佑那些顺应天道规律的人，人们会帮助那些讲究诚信的人。一个人在走到人生巅峰，拥有一切之后，如果依然能够保持诚信，内心谦卑，顺应规律，并且尊重推崇身边比自己贤能的人，不骄不躁，这样的人不仅人会帮他，连老天爷都会帮他。这是一种超越了物质层面的精神富足。到了这个境界，其实已经不再是做术的层面，而是修心的层面。你要保持空杯心态，无论你赚了多少钱，拥有多高的地位，在浩瀚的宇宙面前，我们都只是微小的过客。明白利他就是最极致的利己，把你的资源转化为推动人类进步或者帮助弱者的力量。当你的存在成为了别人的光，上天自然会让你的这团火永远在天上明亮的燃烧。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探讨的火天大有卦。我们设定的主题是，真正的富足不是你能拥有多少，而是你能承载多少。回顾大有卦的6个阶段，它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完美的人生攀登路线图。在观起步时，我们要无骄害，远离负面环境，守住初心。在发展期时，我们要打造大车已在，疯狂提升能力，扩大心胸格局。在小有成就时，我们要懂得功用亨于天子，将利益分享，承担社会责任。在走向巅峰的路上，我们必须匪其朋，克制傲慢，保持极致的清醒与低调。在身居高位时，我们需要做到绝福交如，微如，用真诚与底线去领导团队。最终，当我们做到了谦卑、诚信、顺应天道，我们就能迎来自天佑之，吉无不利的终极圆满。大有卦的智慧就像是太阳的阳光，
它告诉我们，财富和名望本身并没有对错，关键在于你是否具备那份恶扬善的德行去驾驭它。如果你只是一味地向外抓取，忽视了向内修炼德行，现在拥有的一切最终都会成为压垮你的重担。但如果你能用利他的心态去经营人生，你所拥有的一切都将成为你自由翱翔的翅膀。这支影片的资讯量非常大，我建议你把它当做一个人生阶段的检测仪。现在，我想请以目前的你思考一个问题：对照大有卦的6个阶段，你觉得你现在正处于哪一个阶段？在这个阶段中，你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？是诱惑太多？是能力不足以承载目前的机遇？还是处在巅峰却感到焦虑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写下你的真实感受和处境，我会在留言区和大家一起探讨，也希望大家能在留言区互相交流，互相启发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务必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些正在拼搏的朋友们。也许你的一次分享就能帮他们避开人生路上的一个大坑，真正守住他们的大有人生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